女人正准备回房休息，突然看到女仆赤裸着身体，神色慌张地从卧室跑了出来。乔安娜一脸疑惑地推开门，只见丈夫神情自若地坐在床上，没有丝毫的愧疚与不安。她希望丈夫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不料威廉却平静地告诉她，刚刚发生的一切与她无关。由于乔安娜的意外出现打断了威廉与女仆之间的欢愉，意犹未尽的威廉牵起她的手，亲吻着她的肌肤。尽管她的嘴唇因欲火中烧而变得滚烫，但乔安娜却仿佛置身于寒冷彻骨的冰窟之中。她不敢相信新婚的喜悦还未退尽，就发现了丈夫如此不堪的一面。不久前，当乔安娜得知自己即将嫁给德文郡公爵，她的心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无限期待与憧憬。尽管公爵比她年长9岁，而且她只是远远看到过他2次，但他俊朗的外表和优雅高贵的气质却令乔安娜一直难以忘怀。在伦敦，像公爵这样地位显赫的贵族屈指可数，几乎是每个少女梦寐以求的完美伴侣。虽然公爵看起来很严肃，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，但乔安娜却自信地认为，凭借自己出众的才华和美貌，一定可以让公爵爱上她。然而她并不知道，公爵看中她的美貌，只是为了匹配自己高贵的身份与地位。他更为在意的是，乔安娜将来能否为他生下一个能够继承爵位、延续家族荣耀的儿子。Your Grace may rest assured, the women in our family have never forfeited on that account. So be it then. 乔安娜的母亲明知这段婚姻背后隐藏的意图，但为了家族的荣耀，她选择了隐瞒。不久后，乔安娜告别了自己的少女时代，怀揣着对婚姻生活的美好期待，嫁给了公爵，成为了尊贵的德文郡公爵夫人。新婚之夜，公爵依旧保持着那副严肃冷漠的表情，这让原本就有些紧张的乔安娜更加局促不安。也许是为了缓解她紧张的情绪，公爵在为她解开繁琐的衣服时，故作轻松地说了一句 For the life of me, I could never understand why women's clothes must be so damn complicated. It's just our way of expressing ourselves, I suppose. Whatever do you mean? Well, that you have so many ways of expressing yourselves, whereas we must make do with our hats and our dresses. 乔安娜独到的见解虽然让公爵略感意外，但也夹杂着几分失望。他渴望的不过是一个专注于生育儿子的妻子，而非乔安娜这样聪慧善变的女人。自那以后，公爵便很少再与她有言语上的交流，每晚只是机械且毫无情感投入地执行着作为丈夫的职责。而乔安娜也从未真正体验过夫妻之间的半点欢愉与激情。她曾经以为公爵会如同他的父亲一样，外表冷峻而内心细腻多情，却未料到结婚当天就遭到如此冷遇。她实在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公爵会待她冷若冰霜。乔安娜的母亲却对女儿的境遇不以为然，劝慰她不要过分苛求公爵的态度。作为公爵夫人，她的首要职责就是为公爵繁衍子嗣，确保家族的血脉得以延续。将来有了儿子，一切都会随之改变。她现在能做的只有保持耐心和顺从。母亲的话虽未完全解开乔安娜心中的困惑，但她却也别无选择。在公爵府邸灯火辉煌的晚宴上，辉格党的精英们集集一堂，热烈讨论着党派的政治主张。只有公爵显得格格不入，他的面容上挂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厌烦。乔安娜却对这场政治盛宴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，不知不觉地参与到讨论的话题之中。正当他兴趣盎然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时，公爵却出乎意料地离开了宴会厅，留下一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地纷纷将目光转向乔安娜。他追上公爵，想问明他离席的缘由。Is anything the matter? No? You just left. Yes, well, I had done eating, and those damn speeches bore me to distraction. I think we have to ban them in the future. You are the Whigs' main supporter. Yes, well, I've no problem with the politics. It's just the rhetoric I can't stand. 公爵说完便自顾自地转身离开了。乔安娜没有心思去琢磨他所说的有些人是否指的是自己，急忙回到宴会厅安抚众人，推说公爵只是累了想休息片刻。宴会结束后，乔安娜准备回房间，却意外撞见女仆未着寸缕从眼前跑过。然而当她看到床边摆放的红酒时，才明白丈夫并非不懂得男女之间的情趣与浪漫，只是他的温存和热情始终将她排除在外。这一刻，他对这段婚姻彻底心灰意冷。1年后，乔安娜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之中，公爵却因她生下的是女儿，一连几日都没来看过他们母女，每天靠着逗弄自己养的2只爱犬排遣心中的失落与烦闷。此后的6年，乔安娜先后3次怀孕，不幸的是2次男胎都意外流产了，但有2个可爱的女儿陪伴在身边，乔安娜已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。而执着于延续家族荣耀的公爵却愈发的阴郁，与他相伴的只有他的2只爱犬。渐渐的，他不再满足于依靠2只不会说话的狗来排解心中的苦闷，开始在舞会上寻找新的慰藉与精神寄托。女人刚回到家，就看到2个仆人趴在客房门口偷听，
随后里面隐约传来闺蜜那令人浮想联翩的低吟声。看到女主人回来，两人脸上闪过一丝惊慌。乔安娜心中疑惑重重，询问还有谁在贝斯的房间。两名仆人却不约而同选择了沉默和逃避。他们的反应让乔安娜断定客房内除了贝斯之外，必定还有她的丈夫。随着房间内此起彼伏的声音愈发清晰，那浓烈的暧昧气息仿佛随时会溢满房间，破门而出。这一刻，她的心被撕扯得粉碎。多年来的隐忍和顺从没有换来丈夫的温柔以待，反而是一次次变本加厉的伤害。晚上，公爵回到卧室，乔安娜的脸上早已泪痕斑驳。Of all the women in England, you had to throw yourself on her. I have never once objected to any of your affairs. I have raised Charlotte as my own daughter. I have one single thing of my own. What kind of man are you? 结婚7年来，乔安娜第一次向公爵发泄心中积压已久的愤怒和怨气。她歇斯底里地质问公爵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，让他肆无忌惮地一次次试探自己的承受底线。面对乔安娜的崩溃与绝望，公爵却出奇的平静。从他们结婚的第一天起，这桩婚姻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，那就是孕育一个可以延续家族爵位与荣耀的继承者。作为丈夫，公爵在繁衍子嗣上从未敢有过丝毫懈怠，但作为妻子，乔安娜却未能如愿以偿地为他生下一个男孩，这成为了他心中难以释怀的郁结所在。公爵的指责让乔安娜无言以对，他无意再为子嗣的事情而纠缠，强烈要求先把贝斯赶出府邸。然而公爵的态度却异常坚决，明确表示绝不会让贝斯离开。乔安娜未曾料到自己一时对贝斯的同情竟然会引狼入室。几天前，乔安娜随公爵一同前往巴斯，在那晚盛大的欢迎宴会上，不甘寂寞的公爵又开始为自己单调而乏味的生活寻找新的乐趣。当他游走的目光落在贝斯身上，自信满满的邀请他共舞一曲时，却意外遭到了拒绝。这一幕恰巧落入舞池中乔安娜的眼帘。对上流社会的贵妇们而言，能够受到公爵的邀请无疑是莫大的荣耀。贝斯的与众不同让他有些好奇，他带着几分欣赏和疑惑主动走向贝斯，与他攀谈起来。得知贝斯的丈夫正带着情人四处寻欢作乐，乔安娜突然与贝斯之间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，两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第二天，乔安娜带着孩子们游玩，又遇到了贝斯。贝斯不经意地转头露出了隐藏在发丝下的伤痕。乔安娜这才知道贝斯的处境远非表面那般风轻云淡。她的丈夫不仅经常打她，还将她赶了出来，不许她跟3个儿子见面。贝斯仅靠手里的一点积蓄租了一间简陋的屋子，今后的生活她不知该何去何从，也不知何时才能再跟孩子们相聚。贝斯的遭遇让乔安娜既同情又愤怒。面对贝斯生活的困境，作为朋友她不能坐视不理，于是她带着贝斯一起回到了伦敦。有了贝斯的陪伴，乔安娜那颗曾因公爵冷落而倍感孤寂的心仿佛找到了慰藉和依靠，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愈加亲密。在一次观看戏剧表演后，乔安娜意外遇到了年少时的玩伴格雷。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如今已是投身政治、心怀抱负的年轻人。尽管两人已经7年未曾相见，格雷望向乔安娜的眼神中，那份难以遮掩的爱慕之情依旧炽热如初。这一切都被心思细腻的贝斯尽收眼底。 He's in love with you. My dear Bess, no, he is not. Quite the reverse, I fear. Well, can't you tell by the way he looks at you? Georgiana, intercourse is not just about offspring. In fact, it can be rather pleasurable. 虽然贝斯的话让乔安娜心中泛起了一丝涟漪，但这份悸动转瞬即逝。她深知作为公爵夫人，忠诚于丈夫、维护丈夫的尊严是她的首要职责。即便在婚姻中备受冷落，她也从未有过任何越轨的想法。然而世事无常，人心更是难测。前一天还与她亲密无间、分享闺中密室的贝斯，竟然在第2天就背叛了她。一直以来，乔安娜所坚守的信念在这一刻彻底崩塌。她歇斯底里的质问和愤怒反而招致公爵的厌恶。从这天开始，公爵搬去了贝斯的卧室。虽然贝斯满怀歉意地解释自己只有顺从公爵的心意，才有机会再次见到孩子们，但乔安娜已经无法再信任他，更不可能原谅他的背叛。然而当他看到贝斯与孩子们相聚时，心底却不禁涌现出一丝欣慰。随着3个男孩的到来，公爵原本刻板阴郁的脸上有了更多的笑容。他对男孩的偏爱和热情让乔安娜为自己的处境感到一阵落寞和悲哀。带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，她来到了格雷的府邸。对婚姻的失望让她毫不犹豫地投入他的怀抱之中，这或许是她在孤独和无助中唯一能找到的一丝温暖与依靠。女人当着丈夫及其情妇的面坦言自己有了心上人，她可以接受丈夫的情妇带着她的3个孩子一同住在府邸，但作为交换条件，身为公爵的丈夫也应该接受她和格雷之间的感情。乔安娜以为这个交易公平合理，不想却引得公爵勃然大怒。结婚7年，身为公爵夫人的乔安娜
没有生下继承家族荣耀的儿子，已经让公爵沦为伦敦上流社会的笑柄，现在竟然要将一顶绿帽子公然戴在他的头上。公爵的情妇贝斯试图为乔安娜求情，话没说完就被厉声打断。Are you his whore? No. I can't see why you'd mind. You have Bess and 3 boys. 3 boys. Do you think I can make those bastards my heirs? 当初公爵选择跟乔安娜结婚，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美貌与公爵的身份相匹配，更是因为乔安娜的母亲曾经承诺过，他们家族中的女人从未在延续子嗣上有过任何闪失。可如今乔安娜非但没有生下儿子，还要让他接受她与其他男人的私情，如此荒谬的交换条件无疑是对他尊贵身份的莫大羞辱。而乔安娜的愤然离席彻底激怒了公爵，他紧随其后冲入卧室，将乔安娜推倒在床上，肆意宣泄着心中的不甘与愤怒。贝斯站在门外听着乔安娜的哀嚎，却无能为力。公爵临走时再次提醒他身为公爵夫人的责任。 Give me a son. Until then, stay here. Do as I say. 他的语气不容置疑，冰冷中透着一丝哀求和无奈。失去了对爱情的期盼，乔安娜连同优雅也一并抛弃了。在晚宴上，她全然不顾自己公爵夫人的身份，不仅喝得酩酊大醉，还撞翻了烛台，掉落的火星瞬间点燃了她的头发。在人们的惊呼声中，乔安娜酒醒了大半，惊慌失措的大声尖叫。关键时刻，身边的年轻人挺身而出，一把打落了她的发套，才化险为夷。此时置身于人群中的公爵依旧是一副淡漠的表情，然而他未曾料到这场意外竟然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。乔安娜怀孕了，经历了10月怀胎，乔安娜平安生下了一个男孩。公爵郁结多年的心事也得以了却，他信守承诺，给了乔安娜一笔可观的财富。 Success at last. Georgiana, I too abhor this whole thing. 乔安娜没有回应公爵，默默地转身离开了。几年来，从对婚姻的美好期待到最终的彻底绝望，公爵的冷漠早已将他的热情消磨殆尽。如今4个孩子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。或许是出于对乔安娜的亏欠，几个月后，公爵将格雷从法兰西召回了伦敦。在贝斯的安排下，俩人才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。乔安娜第一次体会到贝斯曾经所说的乐趣和欢愉，让她几近枯萎的情感重新绽放。渐渐的，她不再满足于跟格雷偶尔的短暂相聚，提出要前往巴斯疗养一段时间，留下贝斯在伦敦陪伴公爵。自从有了继承人，公爵的心情明显好转，对乔安娜的态度也愈发宽容。他几乎未加思索便欣然答应。在巴斯，乔安娜度过了生命中最无拘无束、最为绚烂的一段时光。她的眼中时常闪烁着对爱情的向往和自信，每一天都充满了色彩与活力。但好景不长，关于她在巴斯的风流韵事就传到了伦敦。公爵带着他的母亲匆匆来到巴斯，趁着这件事还未登上报纸，要求乔安娜立刻返回伦敦。母亲也劝她要以家族的名誉为重，切勿因一时贪恋情欲而使整个家族蒙羞。 Gray loves me. So does William. Yes. I love you. How? In the way I understand love. 感受过爱情的甜蜜与自由的气息，乔安娜毅然决然地不愿再踏入那座孤寂无助的宅邸。她宁可离婚，放弃公爵夫人的身份，也要追寻自己期盼已久的幸福。看到乔安娜如此固执，公爵不禁怒从中来，警告她如果不立即放弃这段感情，他会让格雷想要成为首相的政治抱负立刻灰飞烟灭，而他将永远失去与孩子们相见的机会。公爵临走前留下了3个女儿写给他的信，信纸上稚嫩的笔迹满载着孩子们对母亲的思念，如同无形的纽带牵动着乔安娜的心，将她从巴斯的美好梦境中拉回到了现实的伦敦。当3个女儿欣喜若狂地扑进他的怀中，那份失落的心情才得到了些许安慰，而公爵也难得流露出自己温柔的一面，伸出手轻轻地扶起了她。原本以为这场风波过后生活将归于平静，没想到晚餐时乔安娜却告诉公爵自己怀上了格雷的孩子。为了维护家族的声誉与尊严，公爵不得不安排她前往偏僻的乡下养胎，直到生下孩子后交给格雷的家人抚养。公爵的决定并没有征求乔安娜的意见，在他看来，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，丝毫不值得同情。贝斯念及曾经那段与乔安娜的闺蜜情谊，不顾公爵的反对，陪她一起去了乡下。9个月后，乔安娜生下了一个健康漂亮的女孩，她为女儿取名伊莱莎，象征着希望和救赎。很快到了约定的时间，格雷的父亲遵照公爵的指示接走了还未满月的伊莱莎。看着马车渐行渐远，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和不舍师生痛苦。在乡下休养了一段时间后，乔安娜回到了伦敦。1年后，2人再次相见，显得生疏了很多。不善言辞的公爵竟然出乎意料地向乔安娜敞开了心扉。他承认自己过去的言行对乔安娜过于严苛，但他会努力改变，不再让她遭受痛苦。乔安娜第一次在公爵冷峻的脸上看到了一丝温暖的笑容。当公爵看到窗外玩耍嬉戏的孩子们，不禁感叹 How wonderful to be that free.
乔安娜有些震惊地看着他，这一刻她似乎理解了丈夫当初为什么对子嗣有那么深的执念。他何尝不是渴望自由，却又被家族的责任与期望所束缚。第二天，公爵在府邸举办了盛大的宴会，欢迎他度假归来。在宴会上，他见到了昔日的恋人格雷。What's news with you? I'm to be engaged. Congratulations. And I have a niece, Eliza, who is very much loved. 显然，格雷已经知道伊莱莎是他们的女儿，这让乔安娜心中的牵挂有了些许安慰。她相信格雷一定会把女儿照顾得很好。乔安娜重返伦敦后，凭借着自己的才华与智慧，成为同时代最具盛名与权势的女性。查尔斯·格雷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，成功当选首相。乔安娜·贝斯和公爵共同度过了数十载的春秋，直至乔安娜离世，贝斯成为了新的德文郡公爵夫人。